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地球中的引力是谎言吗？电才是宇宙中一切真实的理论吗？从小学开始呢，我们就被教导重力呢是让我们的脚牢牢站在地面上的原因之一。那如果这一切都是谎言呢？我们不是说你从这个桥上跳下来你会往上掉，而不是往下掉。但是如果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引力论是错误的，而真正将我们的宇宙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重力，而是电呢？宇哥最近了解到一篇电宇宙理论，这个理论就认为呢，宇宙是靠电力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重力。那引力呢，是来自于围绕着我们的星球太阳系、银河系的一切无形的电流。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宇宙电路之中。宇哥之前就讲过虚拟宇宙论嘛，里面就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的宇宙呢是在高维生物创造的一个超级计算机内的。那光速呢，就是它的上限，但是这个主流科学却忽略了这种可能性而忽视电宇宙呢，会让我们对未知的风险视而不见。因为我们的祖先的所有的神话之中呢，都描述了在遥远的过去呢，都发生过全球性的灾难，他们也都知道电宇宙理论，这些都不是从科学或者是经验之中发现的，而是祖先们给我们发出了一个奇怪的警告，里面就说小心土星的惊人愤怒。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那大爆炸之后的40万年时间里呢，宇宙主要是氢和氦漂浮在周围，然后呢，引力开始将物质拉成束，这些束呢就变成了恒星、行星，而引力呢将恒星拉成星系，然后呢，引力将星系拉成星团，此后呢，超新星爆炸呢就发生了，而宇宙中呢就充满了引力的各种元素，它就导致了这些元素呢汇聚成了行星，而那些行星落入了围绕成恒星的规则轨道。所以我们在之前呢，都将这一切呢归功于了引力。当前的引力理论呢，是由爱因斯坦在1915年发表广义和狭义的相对论中提出的。但是这个理论是存在问题的，因为爱因斯坦他知道这一点，引力不足以将所有的东西固定在原地，尤其是在大规模的面积上。那考虑到周围的星系旋转的物质数量以及其移动的速度，如果只靠引力的话，都应该会分崩离析的呀。但事实呢，并非如此。那到底是什么让一切保持了原位呢？一个正式的说法，一切保持原位的有可能是暗物质。但是这里有一个关于暗物质的小秘密，就是没有人告诉我们目前来说暗物质是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它存在的。暗物质只是一种用来解释引力问题的创口贴理论而已。但也许呢，还有其他理论的存在呢，那就是我们的宇宙呢不是靠引力维系在一起的，它呢有可能是靠电维系在一起的。所以电宇宙理论就认为呢，弥漫在宇宙空间中呢是一片巨大的电离子海洋。那这些粒子呢，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等离子体场。等离子体呢是物质的第4种状态，其他的3种呢是固体、液体和气体。不仅我们的太阳系中大部分都是等离子体，而等离子体呢占可见宇宙的 9.9% 以上。所以这个等离子体网络呢是非常庞大的，以至于它通过一个电路呢，将宇宙中的每一个星系可以连接起来。而这个电路不仅可以将电呢传导到很远的距离，而且传输的速度是比光快得多的。如果电宇宙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它呢将改变我们对物理学的所有的了解，并重新构建我们对宇宙的了解。但是我们又有什么证据呢？那电宇宙理论学家呢，最近开始在实验室中测试他们的理论了，并产生了令人惊讶的结果。但真正的证据呢，可能不是在宇宙学之中，而是在考古学之中发现的。因为电宇宙理论就认为我们的夜空曾经是一片发光的等离子体的织锦，但后来呢，因为一场剧烈的宇宙事件而永远改变了我们的天空。我们的祖先呢，在习俗、神话和符号之中记录了这一事件，但他们的描述呢，不仅仅是天空的变化，隐藏在这些符号中的也是一场灾难的记录。而这场灾难呢，不仅是给地球留下了伤痕，也给太阳系的每一个星球都留下了伤痕。比如说大峡谷呢，是世界上最标志性的地方之一了。科罗拉多河在大峡谷之间曾经流淌。那根据主流的地质学家呢，他们就认为它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地质构造事件侵蚀而形成的。但是如果你从上帝视角的方向来仔细观察这条河流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许多分支和支流以非常奇怪的但一致的角度开始分裂。那这种结构呢，对电气宇宙学家来说他们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呢都是电气工程师，所以这些图案看起来呢就非常像是电流流过电子设备的那种图案的造型。
那具体来说呢，就是科罗拉多河的交汇处遵循电路的规则，这也是有原因的。尽管宇宙是一片电的海洋，但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看到它呀，因为呢，一切都保持着相当好的平衡，就像你看不到电流流过电路板一样呀。也就是说，直到出现问题，一切才有可能变得混乱。当太阳系的电平衡被打破的时候，它就会导致紫色的电弧呢从一个星球传导到另一个星球。那这些电弧呢就会在其接触到所有的东西上留下疤痕，就像是地球上的，比如说大峡谷，还有火星上的达拉斯码头等等，各个星球上都有一些痕迹。它看起来呢像是某种东西迅速而猛烈地凿出了地球的一块，它有一部分痕迹呢变成了支流。它看起来呢就像是一道巨大的闪电，而这整个地区呢就像是被强大的电艺术呢在表面不稳定的推进而形成的。所以这些大峡谷呢是遍布太阳系中的岩石行星或者是卫星上的每一个角落的。所以从金星一直到冥王星，甚至是更远，每一个星球上应该是都有这种情况的。所以电宇宙学家就认为呢，过去的行星间的闪电曾经多次袭击过地球，给地球上的每个人呢带来了可怕的后果。所以他们就认为呢，大约在12000年前发生了一次灾难性的电事件。那幸存者看着伤痕累累的景观呢，用象形文字呢记录下了他们所看到的景象。所以在12000年前新仙女木时期呢，据说地球的冰盖呢在1周之内融化，而引发了全球性的一场大灾难。那冰盖的快速融化而引发了1000英尺高的海浪，使得地球的海平面上升了数百英尺。那在灾难结束后呢，地球表面看起来呢会大有不同。我们都知道新仙女木期之后呢，地球迅速变暖，但是没有人确切的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一种理论就认为这是一次巨大的小行星撞击。还有另外一种理论就认为呢，融化呢是由剧烈的太阳活动而引起的，比如说太阳耀斑或者是日冕物质的抛射。但是电宇宙学家表示呢，融化呢是由巨大的行星闪电而引起的。那如何解释这一点呢？他们说就是地球上每种文化都有记录大洪水的传说嘛。那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大陆的人们都写下了有关于这场全球灾难的故事，有些呢还绘制了图画。所有的科学证据都表明了这些神话都是真实的，但是这些神话描述的夜空与今天呢却截然不同。在过去呢，太阳并不是天空中唯一一个突出的物体，里面就说我们最近的行星邻居看起来也是大不相同的。当时那金星呢就是我们最近的行星邻居了，但在神话时代呢，金星那个时候还不存在，就是不在我们的隔壁。那个时候离我们最近的行星的邻居呢居然是土星。他说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双行星星系的一个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呢并没有说是永远存在。传说中讲述了土星和地球分开的一个故事。主流科学家呢说我们的天空是一个有序的地方，数百万年以来呢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但是维尔科夫斯基却发现古代证据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他出了一本书名叫《碰撞的世界》。这本书呢颠覆了天文学界。他的论点就是在地球的历史记忆当中呢，地球是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的。他的理论呢是建立在来自于世界各地人类古代的一个记录、古代的日历等等已经证实的考古证据的基础上，以及呢他对天文学和进化论的信息全新激进的一种解释。他使用比较神话学来研究不同的传说，寻找每个文化之间共同的点。除了所有的文化都有提到大洪水传说之外呢，维尔科夫斯基还发现了其他共同的传说，而且同样的故事呢，可以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只是讲述的方式方法不同。所以他就认为这是人类记忆的历史。但奇怪的是呢，尽管在众多的资料中都有对神的描述，但是好像在科学界中根本就不存在神。因为在神话之中神通常被描述为巨大的天体，统治着神话中的黄金时代。而土星呢，就是天空中最重要的一个物体。当时埃及人将他们的创造神阿托姆置于天极，即天空中旋转的轴心。那当时呢，土星离地球是很近的，那难道指的就是土星吗？巴比伦人说他们最高的神阿努呢统治着北极星，但是北极星根本就不是一颗星北极星当时指的就是土星。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呢也将这颗行星视为统治的原始神，而土星的拉丁名字呢就是太阳。土星在众多的古代文学历史当中文献当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希腊、波斯还是中国，都声称土星呢当时统治着世界。而罗马最初的景象呢也被称为是 Saturna， 与土星的发音是一样的。那犹太人的安息日呢也是土星日。流行的罗马节日呢将土星呢尊为众神之父。
所以瓦尔科夫斯基就认为啊，这都很奇怪嘛，像土星这样遥远的行星怎么会与天空中的轴心相关呢？我们所有的古代遗产都以建筑写作的形式传承下来，他们实际上都痴迷崇拜这些可怕的行星啊。多年来呢，全人类都崇拜着天上的星星。那现在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都不崇拜星星了呢？因为在古代呢，土星离地球啊是非常近的，它主宰着天空。那个时候呢，地球和土星是双行星系统，一起围绕着太阳移动。因为这两颗行星都被锁定住了，土星当时呢既不升也不落，它就像古埃及人说的那样，固定在天空之中。大卫·塔尔伯特呢继续研究了维尔科夫斯基的工作，他研究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古代符号。他说这些符号都描述了天空曾经的样子，它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天空呢是截然不同的。那追溯到史前时代呢，我们在每一种文化、每一种大陆都看到了同样的图像，它被称之为宇宙之轮。轮子呢是众神的宝座，我们在佛教和印度教中都看到过轮子。那宇宙之轮呢，在史前的大地上，他说都可以看得到。他就说啊，这幅图就表示了3个物体，即大行星和最遥远的一颗黑暗行星，中间是一颗发光的物体。那这3个物体呢，它们的能量冲刷着地球，能量使人类的寿命当时延长了几百甚至上千年。所以在这个时代呢，当时被称为是英雄的黄金时代，文明的繁荣昌盛。但后来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啊，电气工程师呢，莫尔弗兰西斯呢，他看到了大卫在讲授宇宙之轮的时候呢，他立刻就认出了这些设计。他说大卫在会议的某个环节上展示幻灯片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感到有点震撼和意外，因为我立刻意识到这些幻灯片与放电的幻灯片极为相似，而古代的众神最喜欢的武器呢，就是雷电。在印度教中啊，马布拉塔中就讲述了一个失落时代的故事。众神当时在天空中互相发动战争，使用被描述为能量武器的东西。那在希腊神话之中啊，宙斯就挥舞着天上的雷电呢，与泰坦克洛诺斯呢作战。那在罗马神话中呢，宙斯的名字叫朱比特。这些呢都与雷电有关。因此呢，当我们的祖先说诸神呢在天空中发动战争的时候呢，他们实际上呢是在解释他们亲眼目睹的行星之间跳跃的真正的闪电的那一场景象。但是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众神之间的战争在地球上变成了大灾难呢？其实呢是宇宙之轮中间的发光的物体，也就是金星。但金星的形成与其他的行星是不同的，当时它的形成的过程呢要剧烈得多。传说之中就说呢，是土星的一块碎片从行星之中被抛了出来，这块碎片逐渐形成了一颗巨大的彗星，那这个彗星最终变成了金星。这一事件呢也反映在了世界各地的传说之中。比如说希腊人呢有宙斯生下女神雅典娜的神话传说，那女神呢是从她的额头冒出来的，完全长大并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芒，然后呢她发出了一声震撼天地的哭喊。但是以前描述的这个行星呢和神是一体的呀，所以宙斯呢比喻成土星，那玛雅人呢也是如此啊。古巴比伦人呢也有关于金星的神话传说，说它是一幅炙热的恒星，就像彗星一样。古埃及人呢有一个关于女神伊西斯的神话，它也与金星有关，它就身为一颗炙热的星星降落到了地球上。那在某个时刻呢，地球、金星、火星、土星当时漂移的应该是非常近的，这才导致了行星之间出现了大量的闪电。而这道闪电呢，在月球上还炸出过陨石坑，并撕裂过地球，形成了大峡谷，还在火星上呢留下了很长一道的那个痕迹。所以在古代文化的记录中这种闪电和其他的等离子放电的证据呢是非常多的。包括法国最后一个洞穴，在17000年前的洞穴艺术当中这些图像也是描述的非常详细、逼真和准确的。那为什么后来的艺术呢会变得那么的粗糙呢？把男人都画成了火柴人呢？电宇宙理论学家就说了，因为这些并不是火柴人。注意画上面的手臂总是伸展的，人物的两边呢都有一个点。他说这些呢在世界各地呢都有过展现。那这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呢是来自于等离子物理学家帕雷特，他向我们展示了等离子放电的一个动画。那中央柱呢是轴，围绕着轴线的呢是甜甜圈形状的带电粒子环。那顶部呢称为香槟杯，底部称为压扁的中型。这是世界各地古代文化所描述的那种形状他们之所以被记录下来，就是因为他们会把它看作是天空中一个巨大的发光的物体，就像一个人一样。所以这些等离子放电呢会很响亮、明亮以及剧烈，就很容易被古人理解成为众神当时在天空中在战斗。最终呢闪电停止了，战争结束了，
土星、火星、金星各自进入了他们当前的轨道，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天空。所以呢，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故事，但是它呢，违背了我们所学到的关于引力、太阳系和所有主流宇宙学的一切。为了让这个理论被认真的对待呢，必须有人去证明它。居然呢，有人真的做到了。现代科学告诉我们恒星的能量源自于核聚变。那在恒星运行的过程之中呢，氢原子会聚变成氦，从而产生光和热嘛。那支持电宇宙理论的科学家对此持不同的意见。他们相信呢，电在宇宙中是扮演着角色，比主流的理论认为的更为强大。所以太阳的能量不是由聚变驱动的，而是由遍布整个太空的强大的电流驱动的。在过去的10年之中呢，一个名为蓝宝石项目的国际团队呢，对电宇宙理论进行了实验。他们的目标呢，是在地球上的实验室中重现恒星的等离子环境。于是他们在位于加拿大的高科技设施园区之内呢，蓝宝石团队就建立了一个等离子反应堆。他们用低压的氢气填充它，模仿早期宇宙的形成，然后他们引入了电流，产生了一个发光的等离子球。那等离子体迅速自我组织成稳定的甜甜圈形状的一个涡旋的时候呢，称之为双层。所以这些双层形成带电壳，追踪内部的电子、离子和氢原子呢，它就创造了一颗小的恒星。该团队测量了反应堆内的影响就发现这是地球上任何实验室都未曾见过的。电子密度呢，与用于研究太阳的航天器的测量结果居然是相匹配的。此外呢，等离子体承受着高达8000伏特每米的巨大的电场，但等离子体表面的电压却急剧下降。这听起来很专业，但是这正是我们太阳系中的那个太阳正在发生的事情。反应堆核心的温度呢，是超过8万摄氏度的，这比太阳的表面还要热。而等离子体热辐射呢，是均匀的，就像太阳一样。他们还发现了等离子体日冕中能量更高的一个证据，而且这种能量呢，还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蓝宝石项目创造了他们自己许多个太阳的能量体，而且他们没有使用核聚变，这只是用电就可以完成的。最令人震惊的是，反应堆正在将铁和钨等元素呢转化为其他的元素，比如说镁、钙、钛和其他17种元素。这个过程呢被称之为善变。而蓝宝石项目组曾多次将钨和铁转化为17种以上的其他稳定元素，所以这些现象呢都与电宇宙理论的预测居然完全一致。即恒星呢并非是由内部的核聚变所驱动的，而是由流经宇宙的等离子体的电放电来驱动的。现在呢，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实验来证明蓝宝石项目反应堆具有从离子真空之中提取能量的一个能力。之前宇哥就讲过嘛，尼古拉特斯拉也相信这是可能的，他的一生呢都在研究电力。如果蓝宝石的项目技术是有效的，它将为整个地球带来无限的清洁能源。但是在那之前呢，这10位科学家都遭到了重创，因为那些试图创造免费清洁能源的科学家似乎总是遭到很多的厄运，他们居然都被汽车给撞了，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呢在阻止人类获得免费的能源。所以我们是有实验来验证电宇宙理论的，即恒星呢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但为了证明这一点嘛，我们还需要做另一个实验。我们需要证明穿越宇宙的等离子体的能量可以比光移动得更快。爱因斯坦说呢，这是不可能的，但事实证明爱因斯坦错了。去年呢，有人证明了这一点，它就是量子纠缠，就是两个粒子呢比光速更快的速度相互传递信息，它们传递的信息的速度比任何东西都快。而量子纠缠的这个粒子呢，可以立即传递信息，无论它们相距多远。当两个粒子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呢，它们的运动呢就会相互抵消。这就意味着，如果粒子 A 向上旋转，那么粒子 B 呢就会向下旋转，这称之为角动量守恒。如果一个粒子顺时针旋转，那么另外一个粒子呢就会逆时针旋转。但请记住除非我们测量它们，否则我们就不知道它们在做什么。但是在对它们做测量之前呢，它们会同时做所有的事情，这就被称之为波的函数。但一旦你对该粒子进行测量呢，你就会知道它的一切。它就是函数坍缩的一个方式，就好像是他们意识到有人在监视他们一样。这就是爱因斯坦所讨厌的，因为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比光移动得更快所以一定有什么地方就不对劲吧。因此呢，在1935年的爱因斯坦就写了一篇论文，称量子力学是不完整的。这就是为什么爱因斯坦称之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那在2022年呢，约翰克劳泽和安东齐林格呢，他们就补足了早期实验的一些漏洞。
他们在实验室中证明了这一点，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争论。所以量子纠缠颗粒呢是非局部的，它们是可以即时交换信息的，而且它们不在乎距离，它们忽略光速，这是如此具有开创性的。他们因此呢为这一发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现在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粒子如何通过什么介质进行传递通讯的呢？声音呢是空气分子的振动，那空气呢是介质，而无线电波呢很快，它们的介质是电磁波谱。无线电波以光速在移动，但不会更快。而量子颗粒的介质到底是什么呢？使它们能够像电宇宙一样即时通讯呢？它的介质呢就是充满整个宇宙的等离子体了。而尼古拉特斯拉呢称它为以太。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以太或者是等离子体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呢是存在于水中、空气中、太空真空之中的，它就在我们的周围，它呢被称之为零点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像蓝宝石这样的项目如此重要，并受到更多关注的原因。因为电宇宙理论呢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边缘理论，这就是为什么蓝宝石秘密开展了大量的工作的原因。因为他们可能做出了历史上更重要的发现，他们的技术呢将为我们的文明开启一个繁荣的时代。自上一个黄金时代土星统治天空以来呢，就从未见过这样的时代。那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这个电宇宙理论的，我喜欢这个传说，但是这些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主流科学的观点，它的存在呢都是为了金钱和权力，而不是为了真相。所以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